I first met you far and wide, how could I forget your bright eye when you told me your name? 你好，我是独活男子 Leslie， 欢迎收看我的日本生活纪录影片。京都的世界文化遗产数量，准确来说是1，但这一个世界遗产是由17座神社、寺院及城堡所组成。这些建筑群中有大家熟知的金阁寺、清水寺以及二条城，当然也有一些因为位置较远或参拜费用过高，反而成为人潮较少的幽静场所。分享京都市间风格不同、特色突出，但人潮不多的世界遗产建筑，有日本最古老茶园的高山寺，超过2600年历史的上贺茂神社，拥有最古老木造五重塔的醍醐寺，以及庭园里铺满120种苔藓的西方寺，是道世界级的视觉飨宴。现在就请好好享用吧。高山寺位于京都西北方的高雄地区，公车车班不多，是京都秋天最早枫叶转红的地方。站在参道门口，像是欢迎游客的2座石灯笼，原先是大门的地方。穿过雪松树林，爬上陡峭的石阶，才会到达位在寺院最深处的金堂。不像其他大规模的寺院，这里的金堂非常低调。这座金堂是江户时代从仁和寺真光院迁移过来，一年只有几天开放参拜里面供奉的释迦如来。石水院是镰仓时代留下的国宝建筑。西面这一区曾经是春日筑吉2神明的拜殿，现在则是安置了善财童子的小雕像。走到南面，视野突然开阔了起来。可以坐在原侧看看象景山，也可以退到榻榻米上，坐在这里细细地品味门框、横梁及地板框成的风景画。1206年，鸟羽天皇将寺院赐给明会上人，并赐日出先照高山之寺的匾额，这就是高山寺的名字由来。这里是日本最古老的茶园，
不过旁边的茶室宜香庵平时不开放，无法在这里品尝到最古老的茶香。开山堂是江户时代重建的殿堂，供奉名讳上人的坐像。秋天的时候，整座山都像是被神仙打翻的调色盘染过的颜色。能够亲眼看见这种美景，绝对是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之一了。位在福建区的醍醐寺，4个世纪都有美景的广阔庭院。入口左边是三宝院庭园，由醍醐寺第14代住持于1115年所创建，作为住持的居所使用。现在的三宝院是丰臣秀吉在1598年亲自设计整建的庭园，也是国家特别史迹。欣赏庭园最佳视角的表书院是国宝，坐在这里很容易就忘了时间。不对外开放的正殿供奉弥勒菩萨坐像，也是重点文物。除了庭园造景能让人放松身心，建筑的工艺细节和装饰的艺术讲究也颇具欣赏价值。要不是还有另一大区还没逛，不然我真的很想在这里做到关门。醍醐寺的另一区是和三宝院有不同风格的伽蓝区，这一区主要欣赏的是大型的古迹建筑。穿过丰臣秀赖重建的仁王门后，就像是进入到另一个世界。这条像是走向古代的时光隧道，渐渐隔绝现代的嘈杂，只有鸟叫声陪伴之居的脚步。金堂是国宝，供奉的药师三尊像被列为重点文物。来这里可以祈求治愈疾病和驱除苦难。五重塔也是国宝，西元951年完工，是京都最古老的木造建筑。
藏在寺院最深处的变天池，随着四季变换风景。秋天的时候，橘色的拱桥和变天堂，像是在躁动的红叶群中，坚定而优雅地坐定在池畔，只为游客看一眼它的最美姿态。醍醐寺非常适合一个人花1天的时间慢慢逛，在历史古韵中感受最京都味的静谧。上鹤茂神社的正式名称是鹤茂别雷神社，供奉的神明当然就是鹤茂别雷大神了。这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600年前，因为位置比较偏远，所以游客较少，更能感受到宁静的神圣气氛。这里是古代3层豪族鹤茂氏的祀神所在，从平安时代开始，和下鸭神社并称3层国一之宫。穿过鸟居后，会看到2座圆锥状的丽莎和后面的戏殿。丽莎据说有辟邪的功用，而戏殿则常作为婚礼仪式的场所。楼门是国家重要文化财，里面就是本殿。一旁的神山涌水则被用作清洗祭神物品的明水。旁边的新宫神社虽然大门紧闭，但仍然可以感觉到神圣的气场。油之小川这里的游客很少，坐在这里听流水声，就像是白噪音，非常的惬意且放松。河水很清澈，甚至可以看见里面的小鱼。不知不觉就在这里发呆了半个小时。西方寺参拜人潮较少的原因，除了这里是采完全预约制以外，高达4000元的参拜费，也是京都17个世界遗产中最高的。在入口处确认预约讯息后，就会先到大雄宝殿抄写经书，让心情平静下来。西方式的庭园被形容为音调和灵感的庭园，
在这整片鲜绿色的环境中，静下心来面对自己，才有前进的力量。庭园围绕着心形水池，种有120种左右的苔藓，所以又叫做苔寺。西方寺原本遭受过战争的破坏，1339年重建为禅寺。在近代花了100年的时间，才让庭园里爬满苔藓，所以需要透过限制参观人数来保护环境。西方寺即将度过1300岁的生日，作家川端康成、苹果创始人 Steve Jobs 都曾在这里受到启发，被称为灵感的泉源，看来非常的贴切。京都是座由时光累积出来的城市，在这里，大家喜欢的并不是古老的东西，而是喜欢把一件事持续做下去的态度，持续守护的传统，耐心维护的古迹，坚持传承的文化，最终成为世界上最独特的存在。如果觉得京都总是充满观光人潮，想要探访小众景点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跟我一起发掘秘境旅游的乐趣。チャンネル登録よろしくね。